249呀。73岁的魏师傅，地道的兰州人，原来在兰州一家国营机床厂上班。虽然退休20多年，但从没闲着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和几位老朋友练练嗓子。在见面之前，在家门口顺道吃一碗牛肉面，雷打不变。哎，这光让一下。多宽一个？2块。哎，好。收微信哦，给你下妥了哈。还有2块下方面，还有2块的，下个2块钱。多宽吗？啊，2块。哎。吃着排队吃了个牛肉面，这个干做的牛肉面不吃心里不服弹，一天不服弹。哎，我那现在这牛肉面一端到我们这骨子炒的欢嘛。哎，发2个酒，发2个酒，那我扔哈。好，人还要唱个7个的。酒发完了还要唱7个的。哎，好，唱一段。那就请他唱一个去。天下家有万全。这是兰州特有的一种地方戏曲鼓子，据说形成于清朝道光年间。魏师傅是第3代传人，也是这所鼓子传习所的主要负责人。这独特的腔调，浸润着早起的城市。今天，幼儿园里提供的午餐是牛肉面。这里的老师每周都会给孩子们做一顿牛肉面。我旁边放了一点点辣子。我觉得细的面好嚼，细的夹得多。对于这些孩子来说，不管是牛肉面还是炒菜米饭，只要好吃，这一天就是快乐的。或许只有多年以后，某一种味道才有可能成为最熟悉和温暖的记忆。在兰州厂里，每天1碗牛肉面的人不在少数。一座城市饮食习惯的养成，至少需要几辈人味蕾的记忆传承。
尤努斯65岁，现被一家民营企业返聘为业务经理，做了一辈子办公室，想不到退休了，出差倒成了他的主要工作，而且乐此不疲。他笑谈，这是在还前半辈子做办公室欠下的债。刚从市里下来。刚里边玩。去喝吧。我给你下面去啊。行，你喝吧。下碗面。我来给你帮帮忙啊。尤努斯说，甭管自己有多忙，只要不在外出差，有2件事是雷打不变的：一是做礼拜，2是做完礼拜后回家吃一碗夫人做的私房牛肉面。对于地道的兰州人来说，几乎没有不会做拉面的。牛肉面，白白的，绿绿的，然后再放点香菜，再放点蒜苗。兰州牛肉面到处都有，就馋家里这一口啊。哦，那你吃吧，尝一下怎么样？吃点，我给你放点肉啊。给。啊，行了啊。再放点香菜吧。行。尝尝盐合适，盐合适。这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手艺提高了啊。天天如此呀。到底是不一样啊，有遗传基因是吧？外面的怎么样？外面再好也不如家里好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，很多城市都产生了独具魅力的特色小吃，兰州当然也不例外。这些美食的产生、传承和发展的轨迹，和这片土地特殊的自然气候息息相关。这里是位于兰州的北山山区的高兰县，这里种植着一种稀有的小麦品种，俗称和尚头。与其他小麦品种相比，用这种小麦磨制出来的面粉不仅营养丰富，面筋含量更是高于其他品种。但由于这里的气候干燥少雨，加之这种小麦品种始终没有进行丰产杂交的培育，所以产量一直不高。这就是我们今年收的和尚头小麦。为啥叫和尚头呢？它的那个穗跟其他的不一样，没有麦芒，像光秃秃的，像和尚的头，就叫和尚头。我们这地区都是干旱地区，其他的品种不行，是生长不了，产量不高。这个一亩地，像旱地的话，一亩地最多也就是300斤。咱们当地做那个拉条子，那是最好的。这个放在锅里面煮的时间长了也煮不烂。这个。来，哦，来，好。来，大哥。这还有多少？160嘛，也叫符哈。如今，用和尚头小麦磨制的面粉来加工拉面，是当地百姓最喜欢吃的面食之一。像我今天晚上这个和尚就要煮成了今天吃哈。那看了面卖的好啊，你说这个？哦，卖的好啊，这个。当时和尚想着做这，真的算了。我们这不加原料，不加是啥？凡是一根一根的入能拉下它的来，就拉的弄好。老公，把肥添了。来喽。啊，到这边给你上班。
你就他宽他就宽，你又短时他就短，你少拿准地点他就拿准地点。自己做点寿司。哎，自己做那个寿司面、寿司汤面。河上头小麦随着干燥少雨的气候产生，这也为拉面的劲道打下了基础。优质的面粉很容易获得，作为牛肉拉面中必不可少的牛肉，同样也能够在这片土地中获得。牦牛，青藏高原的特产，是牛肉中的上品。纯净的环境造就了牦牛肉的纯粹之美，没有异味，肥瘦适中，既有嚼头里的清香，又可轻松咀嚼。牛肉面出现在兰州，从地理上来说呢，兰州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的这样2个板块交汇的地方。那么同时呢，也是游牧文明和这个农业文明交汇的一个地方。那么在兰州的南面，我们知道是甘南草原，啊，它盛产牛羊。在兰州的北面和西面，那么河西走廊是一个著名的粮食产地，尤其是以小麦为主。历史上的兰州呢，因为是在黄河的这个河道，那么它也是盛产蔬菜。兰州自古以来黄河穿城而过，成就了这里水陆交通的发达。因此，藏族的牛肉、汉族的粮食，加上当地回族的面食技艺，终于诞生了独特的美食。3个民族的文化和智慧集合到一起，天造地设，形成了兰州牛肉面这样一个特殊的产物。当丰富的牛羊肉与充足的谷物相遇，当人们开始在饮食上释放智慧的灵光，这一切似乎注定了一次美妙的化学反应。而这次美妙的交融绽放，就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兰州。庆阳路，兰州市中心区域最繁华的街道之一。100多年以前，这条马路并不是这般宽展现代的模样，但车水马龙的热闹却从未消散。100多年前，一个名叫马宝子的回族小伙，正在这里为他经营操制的热锅子面忙活着。所谓热锅子面，就是提前将拉面做好保存，等客人需要时，再把已经凉透的面在滚烫的热汤中翻滚片刻即可食用。这在当时并不稀罕，但马宝子为了争取更多食客，却总想着给凉面热汤的热锅子面变变花样。于是有一天，他放弃了提前加工凉面的做法，改为现场拉制，并且把热汤也进行了改良。不久之后，马宝子终于熬制出了醇香的秘制肉汤，再辅以蒜苗、香菜、老汤牛肉、方圆相间的萝卜片儿，少许红润欲滴的辣椒油，兰州牛肉面就这样诞生了。唐鲁孙被誉为华人谈吃第一人，他自幼出入宫廷，年轻时游历全国，见多识广，尤其是对全国各个地方小吃有独到的研究。上世纪30年代初，他在兰州吃到了马宝子的牛肉面。后来，唐鲁孙将当时的感受专门写入了他的美食著作《什锦拼盘》一书中。那是一座砖砌小楼，楼上待客摆了几张小八仙桌，几把矮条凳儿。此外，除了碗筷、油瓶、醋罐之外，
空无所有。对牛肉面，他给出了16字评语：清熏肥和，自成心意，汤沉若金，一清到底。如今，这座小楼早已湮灭于历史，古老的城市街道也在时代的更迭发展中发生着变化。一碗牛肉面，有汤有肉有面，简单快捷，方便实惠。本应是大多数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日常食品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一碗牛肉面对大多数普通市民而言，却成了改善生活偶尔为之的一种奢侈。1965年，尤努斯12岁，那一年，他第一次吃到了牛肉面。记得是在小学毕业啊，有一次期末考试，考的成绩不错。在这之前呢，因为父亲曾经，有个承诺，就是这次如果是得双满分啊，一定要奖励你吃碗牛肉面，啊，就冲着这碗牛肉面啊。这次得了满分，哎呀，真是感觉到香极了啊！所以就是很快的连汤带面就把它吃下去了。这个要形容这种感觉呢，就是兰州话可能表达的更完整一点。就是兰州人有句话，就是非常高兴说，哎呀，真是满腹的很。4年以后，16岁的尤努斯离开兰州，去到千里之遥的鞍山郊区插队落户。离开兰州以后啊，这个因为吃惯了兰州牛肉面，这一个是生活习惯，一个是家乡情节啊，加到一块儿，特别馋这个牛肉面。可是，在东北啊，就没这个条件，有时候馋了也想尝试尝试，但是呢，怎么也做不出这个味道来。第一次离开兰州，牛肉面就成了尤努斯思念家乡最具象的代表。1973年，尤努斯终于回到兰州参加了工作。到家放下行李，尤努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附近的牛肉面馆。73年初，兰州牛肉面呢，并不像现在这么普及，也不是满大街都有，啊，也是打听了好几家，说哪一家最好，我们再去吃。终于在西关十字找到了一家，连吃3大碗啊，真是过瘾。在这些旋律的感染中，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。80年代的兰州城最明显的变化，便是仿佛在一夜之间，牛肉面馆遍布全城。它的门槛比较低，进入比较方便，2口大锅支一个面案子，流动人口的增加有它的市场需求。基本上只有后堂没有前堂，就是在街边搭一个帐篷，就可以开一个牛肉面馆，就是依靠马路做前堂，所以它可以快速发展。喜欢吃宽的细的？细的。细的。啊，你呢？我喜欢吃细的。也喜欢吃细的？为什么喜欢吃细的？我觉得2细脚太粗太硬了，完了毛细的话又太软。
牛肉面我最爱吃二细，我们在家经常自己做着吃。我觉得还是我妈妈做的好吃，哪家味道都挺好，各有各的味儿。你叫我喝酒呀？ 30多年过去了，如果当年兰州的牛肉面馆用遍布全城来形容的话，那么今天用无处不在来比喻，或许更为恰当。从秘而不宣的独门绝技，到大行其道的天下美食，这碗视觉与味觉、美味与乡情交织的美丽，温热着几辈人味蕾的记忆传承和温情记忆，也成就了兰州牛肉面相宜天下的传奇。敬请收看纪录片《兰州牛肉面》。